小时候住在长白山林区，院子里有口古井，我爸每晚都会往井里扔几十斤生肉，而且从来不让生人靠近。我对古井好奇，他只说在你18岁之前，千万别靠近这口井。当时我一头雾水，直到20年后再次踏足长白山，我才明白爸爸的那句话中隐藏着跨越时间的礼物，赠予我2次新生。时隔多年，我回到了长白山，但这次却不是来怀旧的，而是带着任务调查长白山雪怪。7天前，有登山者在攀登长白山的过程中目击到疑似雪怪的生物，并且拍下照片。画面显示，该生物在一片红松林中，大体是人形，浑身长满雪白毛发，五官与人无异。有关部门接到通知后，第一时间找到了我。我祖上是秦朝山海司会首，奉始皇之命，专门勘探世间山川湖海。无论是长城、始皇陵的选址，还是徐福出海寻找长生药，背后都有山海司的身影。到我这代，虽早已没落，但传承没断。凭借祖传技艺，我做点古董生意，还挂职在地理历史研究院，时不时受官方委托，前往无人区参与搜索救援工作。不过，这都不是重点。哪怕平时有目击雪怪、野人这类特殊事件，有关部门也会先派自己人调查，他们完成不了才会委托我。可这次有关部门却跳过第一步，直接找到了我。当然，并不是他们对我完全信任，更像是在问罪，需要我给个说法。因为在登山者拍摄的照片上，雪怪正对着镜头，恰巧捕捉到其面部信息，那张脸竟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但事发当天，我远在几千公里外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既然如此，那所谓的雪怪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脸和我一样？与我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的话，是什么关系？这些不仅是有关部门想要的交代，同样也是我必须弄清楚的。来到长白山后，我第一时间到达目击地点。这个季节，红松林已经落满了雪，对比照片位置，我在一棵红松旁停了下来，小心清理掉地表新雪，下面的雪层上有许多细长的絮状痕迹，这是用毛发清扫掩盖了足迹，而且这种痕迹范围很小，通过周围树上积雪多少的对比，雪怪大概率是上树。随后，我跟着蛛丝马迹追到了一个荒村，村里许多房子都已经垮塌，洁白的雪地上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在这行脚印的尽头是一口黑色的石井。到这来了吗？我一时失神，许多记忆涌上心头。5岁那年，我爸放着家里古董铺不管，跑到长白山当了1年的护林员，当时就住在这里。我印象最深的便是眼前的古井。虽然在长白山林区，但这口井终年不动，我爸当年宝贝得很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，哪怕是我也不行。更让我不理解的是，每天晚上我爸都会扔几十斤生肉到井里，等到半夜，井里会传出哗啦的声音，就像有什么扑腾似的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我爸井底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。当时他脸上露出少有的复杂，沉默许久，才说在你18岁之前，千万别靠近这口井。我追问过，但他再没漏过半个字。后来有次阴雨天，我踩到稀泥，一不小心滑到井边，后仰掉了进去。把我捞起来后，我爸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没几天就辞了护林员，带着我离开长白山，再也没回来。看着消失在井边的脚印，我眉头微皱，难道下去了？井里黑黢黢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。扔石头下去，能听到落水声。由于这次轻装进山，我没带绳索，只好先回去，明天带好装备再下井看看。刚上公路时，有几辆印有考古标识的越野车疾驰而过，我拦了个路边开拖拉机的大爷，好奇道：“叔，这些车是上哪儿去？”考古队的车，考古呗。大爷继而解释，东边山上有人在一口老井下面发现了古墓。老井，古墓，我心头微动，忙道：“具体什么方向？”小伙子，我劝你别去凑热闹。大爷打量了我2眼，摇头道：“那墓很邪性。”我给大爷上了根烟，示意他继续。昨天已经挖出怪东西了。大爷身子向前凑了凑，低声道：“是一具用青铜裹着的尸体，青铜裹尸。”我难以置信，又确认了一遍。大爷点头道：“听别人说，就像穿着件衣服似的，全身都被包住了。”我将整包烟送给大爷，问了墓具体方向后，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。给有关部门交代后，我得以进入考古区域。领头的是历史研究院的吴树人教授，见到我，他诧异道：“商研究员，你怎么来？”吴教授挖出的尸体在哪儿？我连忙道：“千万别动它。”吴教授面色一喜：“你知道那尸体的来历？”吴教授，赶紧带我去看看。我神情凝重。见状，吴教授立马将我带到一个帐篷里，指着前面的石棺道：“就在里面了，我们挖出来后一直没动。”我戴上手套，小心地将石棺打开，看到棺中人形物的瞬间，长舒了一口气。还好，面部没露出来。旁边的吴教授终究还是没忍住，问道：“商研究员，这种形制的殓服有什么说法？”眼前的人形物浑身穿着青铜甲片，甲片之间用银丝连接，包裹得严严实实。铜片、银丝，这让人不由联想到汉代
皇帝贵族死后穿的金缕玉衣，当时人们迷信玉能保持尸骨不朽，是一种身份象征。它和金缕玉衣不一样，不是给死人穿的殓服。我解释道，准确地说，不是给人穿的。吴教授神情微变，那这里面是什么？可能是有毒物质，也可能是特殊菌种。我摇了摇头，关于银缕铜衣，我只在一本古籍上了解过只言片语。吴教授一向严谨，可能这是古人仿照神灵模样制作的祭器。我望向人形物面部，据说凡是看到这位神灵的脸，都难逃惨死的下场。吴教授，以防万一，在没做好完备措施的情况下，最好不要亵衣。吴教授沉吟片刻，继续问道：这种祭器是如何使用的？这就不知道了，那本古籍是残缺的，没有相关记载。我叹了口气，吴教授有些惋惜，但也没再多说。随后，他带着我来到考古挖掘现场，指着不远处说：石棺就是从那下面发现的，我们过去吧。见到吴教授指的东西，我愣住了，那是一口石井，其样式跟我小时候院子里那口井几乎没有差别。同样的黑色石材，同样的八边形井口，我连忙跑过去，用手比划了一下，尺寸也是差不多的。这两口井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商研究员，下来吧。吴教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他已经放好绳梯，下到了井里。我回过神来，迅速跟上。井深差不多有近10米，里面不仅湿冷，还带着一股土腥味。很显然，不久前这里是有地下水的。挖掘出石棺的位置就在井底附近几米远的地方，是一个高于4周的平台。当时有人用无人机航拍掉进井里，才发现了这地方。吴教授介绍道，这里原本有地下水，前面坍塌导致地下水被截断，泥石裸露了出来。说起来，这里算不上墓，除了放着那装有人形祭器的石棺，此外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看向被堵住的位置，吴教授，对面那头有探索过吗？正在想办法。吴教授道，截断的位置打通风险太大了，而且可能重新淹没这里。目前准备地表打孔，放无人设备下去探路。简单了解后，我们回到了营地。我告知相关部门，雪怪可能与这考古发现有关后，当晚吴教授就向团队宣布了我的加入，一切有条不紊进行。可就在第2天，团队里便出现了逃兵，有个叫王博文的研究员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准备巧生离开，刚好被吴教授发现，给拦了下来。教授，我什么都没拿，你就让我走吧。王博文满脸惊恐，语气带着哭腔，这活我不干了，工资也不要了。对王博文搜身，确认没夹带文物后，吴教授脸色缓和不少。小王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走这么急，报告都不打一个。没事，家里没事。王博文眼神充满不安，时不时瞟向我。我心生不解，问道，王研究员，是和我有关吗？见我靠近，王博文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手脚并用缩到墙角，惊声尖叫道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我望向吴教授，他示意我先退后，自己则前去安抚王博文。小王，你和我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教授，王博文欲言又止，似想到什么恐怖的事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昨晚我看见，吞吐半天，他脸色越来越白，仿佛被抽干了全身力气。最后，整个人瘫倒在地，哀求道，教授，你在放石棺的帐篷里待1晚上，什么都会明白的。求求你，别问我了。之后，王博文怎么也不愿多说。我望向隔壁的帐篷，眉头紧锁，难道是里面的人形祭器？吴教授安抚好王博文，让他先去休息。离开帐篷的瞬间，王博文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可就在我与之对视时，他目光立马躲闪起来。他的眼神很奇怪，既有浓郁的恐惧，也有压抑不住的好奇。我讨厌这种眼神。5岁那年，我在许多村民眼中看到过这种眼神，那不是看同类该有的眼神。那年冬天，我掉进井里后，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。村子巴掌大块地方，邻里乡亲关系都不错，因为水太冷的缘故，我发了烧。发烧第1天，不少村民都来看我，但到了第2天，不仅一个人没来，就连几天后我身体好了，村民们都还躲着我。原本的玩伴也在大人们的要求下不让来我家。我问我爸为什么，他当时很平静，安慰道，各有各的命，我们只管走好自己的路，他们没那福气。后面2天，村里人陆续得了怪病，就像某种集体性癔症，精神错乱。我现在都记得村长整天念叨的一句怪话，昨天的星星，明天的月亮，今天没有太阳，荒诞怪异，不知所云。也是这段时间，我爸辞去护林员的工作，带我离开的长白山。将王博文送去休息后，吴教授歉意道，商研究员，小王这事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从他研究生就开始带他了，他不是有意针对你，可能是昨晚受了什么刺激。我摆手道，没事，我理解。吴教授继而开口，刚好申请的防护服到了，我今晚就待在石棺旁边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吴教授，这样太冒险了，我和你一起。我神情微变，别太忧心，估计小王是遇到什么菌类孢子，产生了幻觉。吴教授笑道，以前野外考古，开幕又不是没见识过，到时候安个摄像头，你时刻盯着全局，责任也不小。
万一出什么意外，我还需要你策应呢。话说到这种程度，我也不好再拒绝，点头答应下来。入夜后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监控画面中，穿着防护服的吴教授坐在石棺旁，正拿着平板阅读文献。乍一看好像很正常，但随着时间流逝，就变得不正常起来。吴教授保持看平板的姿势，已经快10分钟了。在这期间，他整个人没有丝毫动作，就像被定在了原地。我暗道不妙，连忙赶了过去。然而刚出帐篷没几步，沉闷的坠落声骤然响彻。砰！声音是在古井方向。我下意识望去，竟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，吴教授。刚才他还在帐篷里，怎么跑到我前面了？我瞥了眼放石棺的帐篷，来不及多想，赶往古井。吴教授，你没事吧？见到我，吴教授脸上掠过明显的慌张，很快又被掩饰下来。没事。我这才发问，刚才是什么情况？吴教授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，看不清表情。我刚才看见小王从这跳了下去，哗啦的水声沿着井壁回荡，看来是堵住的地方破开，地下水又涨了回来。由于是晚上，考古队又没带专业的潜水设备，我们只能下放之前准备的无人设备去寻找王博文。他为什么会突然跳井？我心底莫名不安，又问了一遍吴教授，刚才在那间帐篷里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没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吴教授别过我的目光，先别说这事了，现在要考虑的是小王，他是死是活我们都还不清楚，得赶紧找到他。说完，他转身去了王博文的帐篷。刚迈入其中，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，篷布上2行血淋淋的大字，触目惊心。没有现在，只有过去和未来，一切都被困住了。他来了。许久，吴教授一言不发，默然回到了自己的帐篷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能从他刚才的神情中看到深深的恐惧与不安，这和王博文之前的表情极其相似。他绝对在隐瞒什么。这天之后，吴教授就像变了个人，开始有意无意躲着我，甚至不敢与我对视。我尝试过晚上待在放石棺的帐篷里，可根本什么都没发生。有太多谜团无法解释，我一团乱麻。终于在忍了2天后，我找到吴教授，开门见山道：“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为什么要躲着我？”吴教授说着没什么，就要离开。我拦住他，不说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见状，吴教授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左右张望片刻，确认没其他人后，叹息道：“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，我怕你会像小王一样。”我目光坚定，直视着他：“吴教授，我有心理准备。”吴教授欲言又止，眼底有挣扎。最后，他似下定了某种决心，缓缓开口：“那天在帐篷里，我确实看到了诡异的东西，我看到你了。”吴教授说。我愣了一下，道：“看到我，这和诡异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说我是在石棺中看到的你呢？”吴教授心有余悸道：“大概在那天晚上12点左右，我听到石棺里有动静，打开查看，发现那个人形祭器内部发出低沉颤鸣，整体都在震动。紧接着，祭器的面部铜片脱落了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当天我一直盯着监控，没发现你离开过座位。我知道你想说是幻觉。吴教授似早有预料，可如果我一直坐着，小王跳井，我是怎么比你先一步赶到井边的？确实无法解释。我微微点头，示意他继续。吴教授接着刚才讲述，祭器面部铜片脱落后，我看到你穿着银缕铜衣躺在里面，那肯定不是我。我当即反驳：“不是你，为什么和你长得一样？”吴教授抬头望向我，或许是有某种联系的。再后来，就是穿着银缕铜衣的我离开石棺，将王博文扔进了井里。王博文从始至终都不是自己跳的井。吴教授当时跟在那个我之后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一切发生的太快，他根本来不及阻止。说到这，吴教授顿了顿，带我来到放石棺的帐篷。我之所以确定不是幻觉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他将棺盖打开，指着人形祭器道：“商研究员，你掂掂它的重量。”我伸手触碰的瞬间，便发现不对，这重量怎么会轻这么多？之前虽然没卸衣，但我掂量过，少说有100-200斤，现在感觉就像个空壳。后来我回帐篷查看，它不仅变轻了，吴教授眼神晦暗，而且摆放位置和之前变动很大，没人动它，它自己动了，空了。我脑子一团浆糊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有人目击到雪怪和我长得一样，吴教授又看到银缕铜衣里的家伙也和我一样，为什么都是我？忽的，帐篷外传来呼喊：“教授，王博文找到了！”王博文的尸体是在井里发现的，不是考古队发现石棺的那口井，而是近10里外我小时候住的村子里那口井。看到王博文的时候，我都没敢认。尸体据人棺部说，原本满头黑发全白了，皮肤松弛，短短几天就像老了几十岁。如果不是衣物和五官依稀能辨认，我甚至怀疑找错了，简直太过匪夷所思。现在能断定的是，2口井是连通的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我有种感觉，包括我5岁那年以及现在发生的怪事，都可以相互连结，或许能溯源到同一个地方。商研究员、搜救队的医生给出了小王初步的尸检结果。
吴教授白着脸走来，他的死因很怪，我不由诧异，他不是淹死的，他不仅气管、肺泡内没有泡沫，就连指甲缝内都没有异物。吴教授摇头，反而是心脏受到过血流剧烈冲击，造成了功能性损坏。心脏受血流冲击致死，我心底陡然升起莫大的恐惧，瞬间脱口而出，他是被吓死的。医生是这样推测的。吴教授回话的时候，语音难掩颤抖。我深呼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很难想象，到底是怎样的恐怖经历，能将一个成年男性活活吓死。事到如今，考古工作必须叫停。我当即联系有关部门，让他们赶紧命考古队离开，否则无法保障安全。上级批准，通知很快下达，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正在收拾装备的时候，吴教授突然变得疯癫失常，不时嘶声尖叫，不时嚎啕大哭，整个人精神完全崩溃，神情呆滞，一个劲念叨着和王博文留言类似的话语。今天呢？今天去哪儿了？就连被带上车前往医院时，都还在大喊着我的今天没有了。我脸色铁青，情况比我想象中还要坏。冥冥中似乎有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这的所有人。哗啦，黑暗中井水激荡声传来。我打开手电，连忙从古井口往下照去，在我伸手的刹那，时间流逝肉眼可见。我手上起了一层死皮，又白又薄，就像干燥冬天皮肤上掉落的鱼鳞状死皮，类似头屑。死皮掉落后，下面的新皮又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成死皮，如此往复。吓得我赶紧缩回手，试探性地扔一片树叶，树叶转瞬间便腐化成了灰烬。井里的区域，时间在加速流逝。还在现场的搜救队察觉到不对，聚拢了过来。我示意别靠近，拿出无人设备扔进了井里，可在井里没探索到1分钟，电池就没电了。接连试了几次，都是同样的结果。无奈只能暂时对其监测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傍晚时异常的时间流逝已经恢复正常。我思索再三，决定独自下去看看。以往这种情况，我都会带上自己古董铺的伙计，有个照应，可现在他们远在新疆，一时回不来。搜救队是有关部门的人，大多出身军旅，实力过硬。下面情况不明，他们不怕死，但我不能带他们送死，更何况术业有专攻，我一个人更为保险。向上面解释后，我带着搜救队的潜水设备下到了井底。井底区域很不规则，水流涌来的地方是个仅能容纳1人的通道，我小心地钻了进去。大概过了10分钟，前路渐渐宽阔起来，周围水里散落着许多建筑残骸，残骸上没什么明显特征，不容易判断年代。我用手电四处探照，忽然一道颀长黑影掠过，什么东西？迅速跟上后，我看见那东西就在前面几十米处，黑色的身子看起来很柔软，远远看去就像块长着人头的黑布，静静飘荡。这时对方突然停下，扭头望向我，我下意识握住腰间弹射鱼叉，神情一怔，嘴巴微张呛了口水，才警惕起来。对方面容赫然跟我一模一样，我们都在原地互相看着对方。过了许久，他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”我们见过。这话让我一头雾水。没等我进一步了解，他突然神情紧绷，唰地消失在原地，游向更深处。他的表情很不安，是恐惧。我能感觉出来，他不是怕我，那是在害怕什么。突然想到什么，我猛然回头，心中忍不住爆了粗口：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恐怖的压迫感，令人窒息。在我身后100米开外，一团庞大的灰色物质在不断靠近。顾不得这么多，我只能拼命往前游。在这水下洞穴中，我灵活地钻过一个峡洞，前面突然亮了起来，温度也在不断攀升。我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，缓过来后愣住了。头顶烈日高悬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干燥灼热的空气扑面而来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来这？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陌生。就在我不解之际，前面不远处传来喊声：“老板，是你吗？”老板！我抬眼望去，沙丘上有几道熟悉的身影正在朝我挥手。眼前几人是我古董铺的伙计，他们不是在新疆运货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想说话，却发现身体不受控制，朝着沙丘走去。下一秒，冰冷的寒风吹来，鹅毛大雪如冰刀，打得脸颊生疼。四周群山环绕，白皑皑一片。此刻，我正站在院子里，怀里抱着2根柴火，一时间神情有些恍惚。这是我5岁那年待在长白山时住的地方，3米外就是那口黑色的古井。小裴，快把柴火送来，火要熄了。厨房中冒出浓烟，爸爸咳嗽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记得拿左墙角的柴，那边的干一些。隔着窗户看到那件20年没见过的身影，我心头五味杂陈。当年他带我离开长白山后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我情绪低落，想要说话却张不开嘴。这和在上一幕一样，我对于这个时间段的身体而言，只是个拥有100%代入感的旁观者，没有操控权。厨房窗口，爸爸叼着烟又喊道：“来了没有？”紧接着，我听见我回话了，语气带着小小的不耐烦：“知道，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
眼前景象再次变化。我回到了阴冷黑暗的水中，在逼仄的石洞里穿行，脑海中回味着刚才的2段经历。第2段算是我童年的经历，已经发生过的。第1段则是完全陌生的场景。我敢100%确定，我从来没和那几个伙计一起去过沙漠。不对，沙漠！我思绪翻飞，陡然有了惊人的想法，难道是未来？几个伙计去新疆出差，目的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。我曾和他们说，这边的事做完后会赶过去。顷刻间，许多谜团似乎找到了线头。小时候发疯的村民曾说，昨天的星星，明天的月亮，今天没有太阳。星辰、月亮、太阳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时间。王博文留言说，没有现在，只有过去和未来，而我刚才经历的就是未来与过去。最后，吴教授疯癫后的话语也是佐证，一切都和时间有关。我神情振奋起来，但还有疑问没有头绪。那口井，我爸为什么让我18岁之前不要靠近？后来意外坠井后，又为什么突然离开长白山？就在我了无头绪之际，突然有人戏谑发问：“你就这么确定5岁那年你真的被救上来了？”耸人凉意，席卷全身。那恐怖的灰色物质就在我身后不到10米，声音正是他发出的。我忙不迭摆腿，继续向前逃。可刚迈出一步，时间又进行了回溯，眼前的画面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。我心中焦急万分。这种回溯更多的是看见，但其实现在的我还停留着原地，那怪东西很快就要追上来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不断在碎片化的经历中穿梭，有些是未来式，有些是过去的经历，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，如同切身体会了一遍又一遍。我大概理解了王博文的死因，他必然是循环经历了某件恐怖的事，无数次惊吓将他活活吓死了。有些恐惧是无法因时间而减弱的，更不会免疫。既然逃不出去，我心一横，在这些碎片化经历中寻找5岁那年的遭遇。刚才灰色物质戏谑是在暗示我5岁那年没有被救上来，已经淹死在了井里。很快，我找到了。在这瞬间，绝望的窒息感扑面而来，冰冷的井水不断涌入口鼻，幼小的我胡乱挥动四肢，拼命挣扎着。高高的井口好似天上的月亮，触不可及。我身子渐渐麻木，开始不断下沉，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有许多细密的东西从下面攀上我的身子，我用尽最后的力气，艰难扭头，差一点就要看到了，咔嚓，所有画面破碎。我回到了现在，那个和我面容一样的家伙正在我面前，快追上来了，赶紧跟上。我瞥了眼身后，刚才虽然经历很多，但现实时间并未过去多久。灰色物质距我还有7、8米，现今别无选择，我咬牙跟了上去。它速度很快，我拼尽全力才能勉强看到背影。渐渐的，周围变得宽阔起来，出现了大片的残破遗迹，类似古老宫殿的建筑，满目破败。原来古井是通向这里的入口，跟着我，别碰这些建筑，在这里陷入过去与未来，我救不了你。我抬头看着那张和我一样的脸，提醒我，这种感觉很怪，但我还是止住了去勘察的想法。没过多久，他停了下来。宫殿断壁残垣中坐着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身影，简直太割裂了。一个穿着军绿色大衣、翘着2郎腿抽烟的老人，轻轻弹掉烟灰，终于来了。这他妈在水里，他还能抽烟？不对，这已经不是重点了。重点是这个老人我见过，来长白山第1天，我还朝他问过路。那个脸和我长得一样的家伙，温顺地来到大爷身边，乖巧得像个小猫。愣了2秒，尝试取掉呼吸器，刚一张嘴，水顿时灌了进去。别试了，你不行。大爷吐出一口烟，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可以离开了。我带上呼吸器，用手比划。大爷似明白了我的想法，但没有过多解释，没你事了，赶紧走。说着，他望向旁边的家伙，你们一起离开。骤然间，水流剧烈震荡。我猛地回头，身后的灰色物质已然来临，无形的杀机笼罩着在场所有生灵。脸长得和我一样的家伙说：“走。”还没等我反应，他突然裹住我，朝着另一个地方逃去。等等！我拿掉呼吸器，带着满腹疑问大喊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大爷回头望了我一眼，咧嘴笑道：“烟不错。”看着他那张脸，莫名感觉笑容十分熟悉。他扔掉烟头，碾灭，随后朝着灰色物质冲了过去。在靠近的过程中，大爷的身子渐渐变成黑色，化为无数细小的颗粒。若是细看，会发现这些颗粒是数不清的虫子。几乎同时，裹住的家伙，他那如黑布般的身躯颤动，密密麻麻的小虫抬头望向大爷，如众目告别。在我模糊的视线中，黑色与灰色发生碰撞，排山倒海般的冲击波席卷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他们是什么了。哦，不是他们。在我祖传的山海录上有相关记载，依稀记得那一卷开篇只有9个字，但对他们的表述分量极重。碎菇，光阴之虫，古神也。意思就是说，有种名叫碎菇的虫类，可以溯流时间，窥见过去与未来一角，是古时的神灵。银缕铜一做祭器，祭祀的就是碎菇。
碎骨万身一体，虽然有很多个小个体，但其实是由一个意志控制所有个体。他们这个族群实际一代也就一个。眼前的碎骨在带我逃离，身后不断传来轰鸣，恐怖的冲击让我头脑发胀，如被巨锤撞击。意识昏沉之际，眼前的景象蓦然倒速，如同电影快退般不断掠去。这个过程很快，我看到了武王伐纣、玄鸟生商、宇柱九鼎，甚至是传说中的虞舜时期。倒速在此处停止了，周围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天空中飘荡着一大团灰色物质，仿佛在吞噬这个世界。大地之上，碎骨站在恢宏宫殿顶端，一言不发。片刻，大战开始了。这一战很惨烈，强光炽盛，我看不真切，只知道最后双方都不见了踪影。宫殿破碎成无数碎片，融于虚无。这些碎片蕴含着碎骨的力量，若是常人接触到，就会受其影响。小时候村民如此，王博文、王教授也是如此。紧接着，画面又是一转，来到了我5岁那年，爸爸带我来长白山那天。到山里后，爸爸把我放在村长家，自己去了古井。他对古井说：“我想好了，我们合作。”井里传来回应：“好，20年后你救你儿子一次，我也救我的孩子一次。要怎么做？”我爸问。你提供意识，我给你提供身体。井中回答。那场大战后，我意识撑到现在，早已油尽灯枯了，熬不到20年后了。我爸咳嗽了2声，擦去嘴角血液，刚好我这副身体也熬不到那会儿。而后他跳进了井里，密密麻麻的黑粒从井里出来，变成了我爸的模样。原来20年前他们就遇见了今天。我如遭雷击，思绪如海潮翻涌，这一切竟早就安排好了。随着画面消散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碎骨带着我已经从井口爬了出来，现在他不止脸，身子也和我完全一样了。我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怎么称呼？”顾白。他说。我沉默片刻，说出了心中疑问：那个大爷，他是我爸，对吗？意识是你爸，身体是我父亲的。顾白回道：20年前他们融合了，为的就是今天，在这个节点彻底消灭那团灰色物质。果然和我看到的一样吗？我心脏绞痛，没想到和我爸会以这种方式见面，甚至都没来得及好好告别。我深呼吸一口，尽量让自己平静。灰色物质是什么？鱼潮的入侵者。在回溯画面中，发生大战的时间就是鱼潮，是那些东西导致了鱼潮的覆灭。顾白神情痛苦，当年在大顺的带领下，面对这群难以言说的外敌，我们奋起反击。我父亲所在的战场，他以重伤的代价与外敌近乎同归于尽。近乎用得很巧。我默然点头，以现在的眼光看，二者当时都还残存。过去可回溯，未来不可追。顾白叹息道：我父亲花大代价窥见一角未来，终于确定对方没死。当时节点的20年后，也就是现在，灰色物质会出现，我和你都因此而死。这才有了后来我父亲和你爸的合作。我理清了前因后果，所以为了不过分干扰时间线，扰乱因果，他们一直在等灰色物质出现，不仅要将其解决，还要救下我们。顾白点头称是。说起来，我想起了一些遗忘的事。我和顾白确实很早就认识了，在5岁那年井底认识的。当时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就已经淹死了。可也正因为是这样，无意中许多黑粒钻进了我的体内，导致那段时间我很奇怪。那会顾白还是幼年，对自身掌控不熟练，所以我体内时不时就有黑虫子爬出来，把村民们吓到了。口口相传，越传越离谱。再后来，等我体内黑虫都离开了，为了让顾白与我少沾因果，免得影响未来变化，我爸就带我离开了长白山。至于顾白为什么会长得像我，是因为碎骨幼年，是十分弱小的，为了保护自身，拥有完美的拟态能力。机缘巧合下，我成了被顾白模拟的对象。但由于在人类中，我也算幼体，出于原始本能，顾白极有可能忍不住吞噬我，从而进行深度拟合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将我取代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爸就让我成年前不得靠近古井的原因。成年后不具备成长性，对碎骨吸引力会大大降低。等我恢复的差不多了，顾白扔给我一张白色熊皮，雪怪的是，你拿这个可以交差吧。雪怪是他，银缕同衣里的也是他。我心中了然，这是得了白化病的熊瞎子皮。思索片刻后道：没问题。说完转身下山。雪怪的是归结到了古木和白化病的熊瞎子。古木飘出特殊孢子，该物种具有拟态能力，寄生到白化病的熊瞎子身上后，导致面部拟态为人脸。为什么是我的脸？我以前在长白山住过，桃子看到过我小时候照片，也能解释吧。报告上交后，虽然离谱，但有关部门没有多说，因为他们也清楚，这世界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事与物，有时候不合理的往往才合理。可能会怀疑，但难以找到证据。关于古井下的墓，由有关部门接管研究挖掘。顾白留在了长白山，他们想发现什么，恐怕也发现不了。更何况山里到处散落的宫殿碎片，碰上的运气好，也就像吴教授一样，精神受点刺激；运气不好，王博文就是下场，在恐怖经历中快速衰老，直至死去。
关于这点，我也已经上报上去了。至于有关部门怎么做，就不关我事了。车窗外景色变幻，这次经历算是我第2次对于生命有了新的体悟。第一次是数月前，在北极探险，我吃下鲲鹏肉字，破解了家族数千年来族人活不过25岁的诅咒。而这次，我爸和老碎姑跨越时间布局，就下了原本时间线上本应死去的我和顾白。所有的所有，都让我明白生命的可贵，得抓紧时间做想做的事。坐在赶往新疆的火车上，我把玩着手里的青铜镂空球，这是顾白给我的，是他父亲遗留。准确的说，是当初于朝顺皇留下的信物，由他父亲暂时保管，时机成熟交给后世有缘人。这样的青铜球共计72个，对应72处密地。据说集齐72个青铜球，就能得知于朝覆灭的真相，甚至洞悉不可名状的外敌。我先祖就曾带领山海司前往过这72处密地，但不知他看到了什么，亦或了解到什么。自那之后不久，他将山海路上关于记载他们探索密地的内容全部烧毁，而后自杀身亡。我们这些后人一直在追寻当年真相。于朝神话时代最后的辉煌，大地之下还埋藏着太多我们这些后人不了解的秘密。截止目前，我们已经找到了7个青铜球，只是不知道我的伙计们在新疆大漠有没有新发现呢？